28号，台防务部门发布最新公告，台正式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军售协议，采购的是6套可以让 F-16V 使用的侦察吊舱 MS-110，总花费超过22亿人民币。MS-110 侦察吊舱作为美国对外出售的 DB-110 侦察吊舱的改进款，拥有比较先进的多光谱以及全天候、远距离、高解析的先进侦察吊舱。台军对此早已虎视眈眈。台防务智库的苏子云还直接称 MS-110 是空中千里眼。很明显，不管是美国出售给岛内，还是岛内要订购，目标都是直指解放军。而且真要说起来，这份订单早在去年10月份就已经要定下了，但是后来种种原因没了下文，但如今却在中美在天津会谈刚刚结束的时候被公布出来，说这不是针对解放军，怕是没人会相信吧。所以不仅台当局是在作死，就连美国也遮掩不住的想要挑起战争的野心。用更严重一点的话来说，美台这就是在明目张胆地告诉解放军，他们不在乎解放军画下的红线。如此一来，台海局势已然是一触即发。其实在26号双方结束会谈后，27号就有了美国打算继续插手台海的预兆。当时美国一位高官发布了一篇文章，说的是美国之间为什么每次推演台海战争时有时输的原因了，并且推到美军已经准备换新战术了。也就是说，美国一直都没有断了用台海来遏制中国的念头，并且很大可能在未来也不会放弃。毕竟在台防务部门发布这则消息的同一天，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再次穿航台湾海峡，这是美国今年来的第7次。从这2条消息来说，中美天津会谈算是直接谈崩了。美国不打算接受中国的劝诫，更不愿意为中美友好相处而努力，而且美国如此动作很有可能直接演变成战争的前兆。为什么会如此说呢？从这几点岛内的动作来说就能看出来，岛内其实已经打定主意借这次的风势独立了，甚至说严重一点，只要美国有一点点动摇，岛内就会趁机死死扒住美国。比如在中美会谈的时候，岛内就欢欢喜喜的要收拾包袱去美国参加所谓的美台联合安全会议，如今又是欢欢喜喜的要从美国采购针对解放军的侦察吊舱。既然如此，解放军在出手收拾美国之前，必须尽快收复台岛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消除岛内分裂分子，顺便也能断绝美国的用台岛遏制中国的念头。对此，解放军其实已经明示了正在准备打仗。在央视这2天公布的视频中，解放军官兵的一句话“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”，就已经表明了解放军随时备战的决心了。东京奥运会的时候，美国媒体 NBC 奥运频道就在转播的时候试图篡改中国领土，把原本属于中国的台湾、南海岛礁直接从中国地图上抹除了。这件事想来不少网友都很清楚，当时中国就已经对美国进行了警告，让美国不要玩这种政治小把戏，中国领土一丁点都不能少。结果呢，如今美国直接把这个小把戏玩大了。对此就一个问题，美国该不该打？7月28号，美国众议院在当天晚上连夜以217票赞同、212票反对的局面，通过了2022财年美众议院对外行动以及相关计划拨款的新法案。这个新法案中有一项特殊的规定，那就是禁止美国的行政部门以及宣传部门在制作以及使用的时候，把台湾列入中国领土版图内。美国这是什么意思？之前转播东京奥运会的时候配上残缺的中国地图，如今竟然还光明正大的想要把这个列入法案中。美国以为自己是闭眼装瞎吗？不，这是在篡改中国领土，是用下作的手段分裂中国，这是中国绝对不会接受的。中国的领土，不管是在地图上还是在任何地方，一寸都不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同样是7月28号，美国可不仅仅是意图篡改中国地图，美国还让其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穿航了台海，和岛内正式签订了超过22亿人民币的军售合同。甚至美国第7舰队还在南海组建了一支水面行动部队，专门在南海搞事儿。如此种种，美国这是对中美天津会谈后中国留给美国的作业表示不满，还是说美国想要和中国开战？说实话，中国说是给美国留作业，但谁不知道这是中国给美国的一个机会。只要美国改正态度，愿意平等对待其他国家，中国就愿意帮助美国。但是呢，美国想向中国寻求帮助，却依然不愿意放手对中国遏制。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美国不思己过，总想着做白日梦，以为中国是受气小媳妇儿。
美国必须清楚，中国从不接受威胁，中国也绝对不会接受任何一寸领土被分割出去，这绝不可能。最后，对于美国一再挑衅中国，就像是国人说的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美国可以在南海、公海上搞自由航行，但是绝对不能伸手意图篡改中国领土，这是中国绝对不容触碰的底线。这一点，全14亿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。美国敢伸手，那么就该做好挨打的准备。自从拜登上任以来，中美关系就越来越趋于恶化，而最近台海和南海更是已经让人嗅到浓厚的战火气息。美国无视中国人民日报的终极警告，直接变本加厉，在1天之内接连发出4条消息，直接打破台海平静。第一条消息，美国军舰本福德号再次穿航台海，还公然炒作。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再次穿航台海，还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公然炒作，这是美国今年来的第7次，还直言自己的航行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，并且还维持了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。其实这样说起来，美国在台海来来回回，这里又确实有一部分是国际海域，所以中国还真的只能任由美国恶心，而无法真正对美国出手。毕竟美国也没有进入中国领海12海里。不过在中美天津会谈后，美国突然来这么一出，无疑是在挑衅中国。第二条消息，美国再次对岛内军售，目标直指中国解放军。岛内公布和美国在去年10月预定可以挂在 F-16V 上的 MS-110侦察吊舱订单正式签署完成，整个订单花费总计超过22.3亿人民币。据悉，这个吊舱可以配合 F-16原有的感测器，达到多光谱及时传输、捕获目标、检测海洋等多种任务。所以在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的今天，这是针对谁的，一目了然。第3条消息，美军第7舰队将组建一支水面部队，专门在南海活动，还会投放无人潜航器。这支被新设立出来的部队是由1艘滨海战斗舰、1艘驱逐舰以及美国第7舰队司令部的排爆第5小组组成的，首要任务就是配合美国其他舰队在南海的活动，并且对中国方向投放无人潜航器。很显然，美国依然没有打算放下继续在南海针对中国的计划，甚至南海一直在美国的战术计划之中。第4条消息，美国众议院连夜通过1则新法案，其中1条是把台岛划出中国地图。这次被通过的法案其实是美国2022财年的涉外行动方案和费用预计之类的，但是这中间却夹杂这一条要把台岛划出中国地图的条例，那就是禁止美国所有行政部门和宣传部门把台岛划在中国领土上，这无疑是在篡改中国地图。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，美国如此作为明显就是无视中国人民之前发出的终极警告，用行动证明美国一定要干涉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。中美会谈上，中国严正警告美国不要挑衅中国，中国国家主权利益不可分割，但是美国却变本加厉地挑衅中国，还1天之内接连挑衅4次。不管美国目的究竟是什么，现在台海、南海战火气味愈发浓厚。对此，国防部吴谦大校直接表态，警告美国玩火必自焚，中国坚决挫败一切图谋。对于美国的所作所为，中国必须全面警惕，并且对美国进行严厉的打击，势必要让美国尝一尝中国的铁拳，这样美国才会知道中国不好惹。在中美天津会谈前，美国闹的那叫一个兴师动众，语言污蔑、制裁动作、对台动作之类的可是一个不少。然而天津会谈一结束，美国的动作却开始安静下来，这是否是风雨欲来之势呢？中美之间的节点在南海，在台海，也在东海。南海近期最受瞩目的就是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了。原本以为英国会有大动作，结果却在进入南海的时候直接四处散开。虽然不少节点上都留下1艘军舰，或者几个节点共同拥有1艘军舰，但是直到正式进入南海之后，航母编队中却只剩下了4艘军舰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有意思的是，在英国航母进入南海后，美国就直接派出了军机前往迎接，甚至派出的军机还分为了2波，一波是1架运输机搭配2架加油机，另一波则是4架指挥机和3架加油机。不说加油机，单是指挥机和运输机就很值得怀疑了。所以虽然尚且不知道美国怂恿英国航母闯中国南海岛礁的12海里的事，英国有没有答应，或者说英国对这件事又是什么打算，但是从在英国航母进入南海后，美军立即派出军机前往迎接，就大致上能看出来，英国这件事可能是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当然，从英国之前的各种动作来看，不排除英国很有可能自己也准备正式对中国亮剑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件事本就是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涌动，结果美国又出了一招，先是再次给台岛错觉，邀请台岛参加所谓的美台联合安全会议，然后又是重新炒作中国新建发射井这个早已被我国辟谣的事等等，甚至还有最新消息称，美国正在改变涉台战术，要将原来集中的兵力全部分散开，因为这样不容易让人一窝端了。这种种事情联系到一起，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美国似乎并没有放弃继续在南海、在台海针对中国，而南海和台海都没有放弃，东海美国就更不可能放弃了。对此，让人再一次想到一直都有的声音，对美国任何警告都是无效的，只有切实的痛击才能够让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好惹。从现在局势看，英国在南海蓄势待发的准备发大招，而美国看起来虽然是在周边悄悄编鼓，甚至继续拿起语言来诋毁造谣中国威胁之类的，但是其实真正的手段都已经开始转移到了水下。明面上的动作或许看起来威胁甚大，但是其实暗地里的动作才是防不胜防。对此，中国或许应该直接再次用行动警告美英。